大家好，今天新冠疫情全省都3级，终于下雨了，没地方跑，只能待在家里。那今天就把我之前一直想要改进的这个废弃回收罐All You Catch Can，这我自己做的。然后我上次在另外一篇我有介绍。然后其实我这个算不完成体的，我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大颗的，而且一般市面上卖的，你材质要我喜欢的太贵。目前看看只有德国那家有做，它那个材质比较不会受到以前是热源影响。国内或者国外一般卖的都是铝制的。全铝制，而且很大一颗，大概这么大颗，这样子，大概这么大颗，然后很宽，然后基本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汽机车的改装品来说好了，真的有很多都是被过度包装。其实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子而已。当然弄得漂亮一点、专业一点、科幻一点，然后可以卖更多钱，这个没办法避免。有机会再谈其他的改装品了，细导线、接地线什么的，阿利亚扎那，基本上我不太会跟各位讲什么车子改什么东西，我是尽量以可以通用的原理去解释一些东西给各位知道。因为说实在话啦，你像我不知道哪一集，我不知道哪一篇我有没有讲到，如果要每一台车都拿一个东西出来讲，当然这个就可以很多题材可以排评。问题是你也必须要有这么多的人脉，你也必须要这么多的成本。当然了，我觉得我没办法跟那些专业的一些网红YouTuber 他们去比，我只能用自己最简单、最不去麻烦别人的方式跟各位介绍。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机油回收罐，可以看得出来这有3个孔。我这个是机器工业用的啦，然后我会找这一颗是因为刚好朋友工厂里面有这一颗，他们是说因为他们换那个比较大的储气罐，然后这个太小，他们就换掉刚好我就接手。然后我就觉得主要是透明罐子，我也好观察它的油量。废油器回收罐它的作用就是这边有指标，有没有一个箭头，这边也有一个箭头，但是可能被挡住看不太到。就是它它可以加表，就跟我上次介绍那个饮水机里面那个分离罐，其实这个原理都差不多啦。就这个气进来到这个孔，然后它去撞击气进来的时候，它会撞击这个周边，在这边老流，它里面油气就会稍微附着在外层，然后慢慢的滴落到瓶里面。然后这边本来是装一个滤芯，类似这种的紫滤芯，它只装在这边，然后我把它撕破了，因为都脏东西，我就把它撕破。我本来是装这样子，因为我想说稍微增加它的一个接触面，有油气进来以后打到以后，它的油或多或少都会附着在表面上，它就会慢慢滴落。因为它这个是紫滤芯你如果稍微吸到油气干嘛哈，你进气会有阻力，你吸气进去的时候会有阻力存在，所以你就会改变它的流速，所以我就把它拆除掉。进气你可以选择这一个孔，也可以选择这一个孔，因为这引擎在这边，它的管线我就直接拉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子会比较，如果我接这样子的话，我变成说还要再换个方向，这个每台车不一样所以可能你们要找这种东西的话，自己要装的话，自己要去衡量一下。然后大致废油器回收罐的原理就是这样子，一个进气增加它的油气拦截的面积，让它下去做油气的分离，再让比较干净的气体进到进气气管，就节气门后方，让它吸回去。我这个也是可以
加表，或者说加一个香菇头，就像人家说什么负压调整。其实废油器回收罐没什么好讲的，就它的原理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会想要再做改装的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进气在这边，换个方式讲好了，因为我这个洞没有作用，所以变成说我这边进气跟这边进气是没有差别的。我这边进气它也是下来，然后打到平底，让油气附着在上面，再从这边吸回去，一样的方式，只是我把它颠倒过来而已。我为什么要颠倒？是因为我想要加一根铜管。如果我把铜管加在这边，这个细节我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讲。我先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好，因为这个铜管基本上它只要不要，这个等一下我再拿个东西固定一下，拿个胶顶一下好了。好，大概就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这边会有气体进来，是因为这边在吸，气管后面的真空在吸它，所以这边会一直进气。那我们现在换个方式讲好了，今天我如果没有装这支管子，进气进来，因为是这边在吸嘛，废油器回收罐气体会过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进气气管里面的进气一直在吸它，所以导致 PCV 阀开启，然后油气就过来，是不是那这样是不是相对的？你油气进来以后，从这个孔一进来，马上就被吸回去，然后你就导致你的油气，你的废油气分离都可能很多油都还没有分离出来，就又被吸回去了。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说，那我是不是把它改个方向？因为你要我从这边接个管子出来接触到平底，工程太大，然后我是觉得这样子太浪费时间了，没有那个必要，所以我基本上就让它进气的位置改变，因为结构上的问题，我进气哪一根进气没有太主要的差别性在，所以我觉得改成这样子会比较符合我的预设值。所以进气进来以后，我重点就是让这两个孔，出气孔跟进气孔远一点，让进来的油气有比较长的距离可以去做油的沉淀，然后吸回去的空气也会比较干净。我大概组装一下给各位看好了，就像这样子。我等一下会放一片那个国外那片好久了，大概5、6年前，好几年前的片子了。这个伪装很久了，只是不同的样式而已。然后有人会说，那你管子可以长一点。问题是，你管子如果太接近底面的话，到时候你在油沉淀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会没过那边？当然它不会吸回去，只是感觉到，因为我下面这边我还要再垫洗碗的那种钢丝球，撕一小块塞在下面。因为你气体下来以后，钢丝球它增加它的那个气体接触面积，它的燃油效率会更好。前市售的废油器回收罐，不管国外玩家啦，国内玩家我好像没有看到太多人在讲这个东西。国外玩家他们就是都会拿那个洗碗的，我刚讲那个钢丝球，撕一块塞在下面，就是让含有油的气体进来以后，然后在那个钢丝球里面。因为你钢丝球面积大嘛，面积多，然后它油气接触的面积就跟着变大，所以它燃油的效果，它导致气体跟油分离的几率会比较大。
你就可以确保你吸回去的空气里面的油会比较少。这是因为国外很多玩家他们装了废油器回收管以后，他们气管里面进气门进气管道那边积碳还是有比较好一点点，但是还是算严重，所以他们后来觉得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们就开始会加装那个东西。以一般在贩售的废油器回收管我看过的啦，他们多半都是可能在进气的这一侧，它直接就装了一个滤网在上面，一个有点像这种东西，然后里面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买过。它可能就薄薄的，然后就锁在这边，锁在就类似这样子。其实样子原理都一样，样子也都差不多。他们是就装在这边，他们是说油漆进来打到这个以后，油就会往下滴到那个里面油杯里面。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进气孔跟出气孔的距离拉长一点，让那个油漆沉淀的时间久一点，你吸回去的空气会更干净。其实这一支就是我今天想要做的。我找这支管子也找蛮久的，因为我不会专门去买新的东西回来弄，我都是利用自己身边手边有的工具或物品下去做。我是看到国内很多有在拍影片的，他们也有在讲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只会跟我看到的啦，他们只跟你讲说装这个有什么效果，然后甚至问题是我觉得他们有些东西有点太过，像为什么会装废油器回收管，就是因为要避免积碳。那你避免积碳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的进气孔跟出气孔很近的状况下，是不是它油漆一过来你就把它吸进去，那你分离的时间就很短啊。那怎么去达到最好的分离性呢？第一，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去讲到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在装我这个，我想把它变成完成体的时候，顺便跟各位聊一下，进气孔跟出气孔尽量远一点，增加它油沉淀的时间的反应时间。我上次也有讲到，其实 PCV 阀它不是单纯一个单向阀而已哦。PCV 阀我现在手边又没有，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阀体，它不是开跟关而已。它在什么吸力下，它里面有点类似不规则体，它有点像锥形，它有很多段，然后它里面那个主体阻挡的那个主体，它是固定式的，它就一根而已。它就因为它那个里面的内道它是多段式，里面前面一根弹簧，后面一个弹簧，基本上它就是根据你节气门的开度，会导致气管里面的吸力的不同。总而言之 ，PCV 阀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开跟关而已，它在什么转速下，它会有，应该这样讲，它在气管产生不同的吸力下，它会有不同的通过流量。像我刚刚讲的，它里面是不规则型，它有点像，可能这边可能就比较细，再宽一点，再宽一点，然后再细一点，都有可能。因为我只拆过一次，那因为我车上那个坏掉，然后就拔起来，我就想里面真的就是开关这么简单而已嘛，我就把它敲破。问题是敲太碎，我只能大概也可以看到里面它不是一个通道而已，它是一个不规则的通道。所以我目前没办法，因为就算我有，我也没工具从中间破开给各位看，我只能这样大概跟各位解释。应该比较专业的，他们应该会解说到这个，但是国内好像还没看到。我是建议啦 ，PCV 阀原厂的那个 PCV 阀千万不要废除，因为我们加装这个的原理只是要拦截它里面的因为 PCV 阀也是一个。它也是气体过去回到进气气管里面去，所以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去废除 PCV 法，而是直接经由 PCV 法，我们不要去改变它的流量。所以我上一集有讲到这个口径跟管子的软硬度跟口径，千万你不能小于原厂的尺寸，因为你只要小于它的尺寸，你就会改变它那个 PCV 法作动程度。因为我刚刚有讲，废油器回收罐只是要燃起油气而已，我们一定要在不会去改变 PCV 法流量的前提之下去做安装。像最近有人问我说负压法，因为就有人说废油器回收罐可以什么再加什么负压法啦，什么东西有没有的？有些东西我只能说，因为现代的车子车电脑越来越聪明，车上的一些感应 sensor 因那些感应器越来越多，所以你些微的更动它会去做修正，它会去做修正的状况下，它可能会喷油多一点，因为它可能测到你稀薄燃烧，或者说你的负压不正常，它可能会去做修正。在电脑介入的情况之下，你有可能会觉得车好像比较有力比较好开，但是我还是觉得啦，以负压法，目前我知道的专门在做负压法的，就好像日本有一家厂，那个叫什么我不讲了，反正它里面就是它有点像那个地友的进气阀片一样的原理，但是它好像它现在出到是3个阀片，它强调就是它那个3个阀片可以因应不同的流速做开启，就跟 PCV 法一样意思。PCV 法你在不同的流速的时候，它通过的气体流量是不一样的。然后但是那个我刚刚说那个3个阀面三个阀体的那个，它在不同的吸力下，它会有不同的阀体会做开启，可能这个开启是多大，当然你到最大的时候就是全开，但是 PCV 法你到最大的时候它好像不是全开哦。负压法的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调整？负压法引擎在不同的转速之下，这样讲好了，正压就像气球，我们吹气下去，气球是不是就膨胀？你就想象气缸里面的压力变大，就像气球膨胀一样，盯住，是不是你活塞在下去的时候，它就阻力会比较大一点？然后相对的，你正压高一点点，是不是如果你的活塞环那些东西状况没那么好的时候，它在做压缩的时候，它跑出去的窜气也会比较小，因为这是正压在的原理。但是如果你正压太高，你会造成活塞下降的时候有一个阻力在。然后现在我们讲负压就是像一颗篮球，我们把里面的空气抽掉，篮球是不是就扁掉？这个就是负压。负压就是把里面的气体抽掉。那我们现在讲好了，如果引擎里面引擎里面是负压的话，是不是你活塞在下去的时候它没有阻力？但是相对的，你负压如果过大的话，是不是你的油气打到缸体的时候，气缸里面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被那些负压吸走？一样的意思。有一个网友有问到，其实改装都是两面刃，有一利必有一弊，任何事情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必须去选择利大于弊的东西去做，因为没有单方面的东西，没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选择做事情，就是选择利大于弊下去做。引擎的负压该怎么调整？我只能说，除非有人可以做出一颗很精密的步进马达，然后写出那个程式，它可以时时刻刻的去监测引擎
内部的正负压值去做修正，很快速的去做修正，要不然你在马路上跑，当然一般行车可能就是1000多2000多转，这样慢慢跑，这没差。但是你如果说像有在玩车的，可能出去哇都7、8千转什么，那你如果去应付全速域呢，就没办法。汽机车的改装品来说好了，我比较建议就是不要无中生有。其实废油回收罐这个东西原厂就有设计，只是像 PCV 法，其实它就是这个东西的原理，只是它不会去拦截油气而已。然后像欧洲车比较好一点的，他们就是真的有设计废油气回收系统，他们就有设计的浮丝什么一大堆，那个膜很容易破，那个它里面就有设计这种东西。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啦，汽机车改装不要无中生有，你可以就原厂有设计出来的东西做强化，譬如说气导线、火星塞、空气滤芯，然后杂七杂八的很多，就是你不要原厂引擎根本没这个东西，你就说譬如说之前很流行的什么磁力，就是磁铁那种东西，什么夹在油管上啊，夹在气导线上啊，会怎样？什么无微不？因为原厂本来就没有设计这个东西，你加这个东西上去，除非你很有把握，要不然真的那个都是，我觉得有点像是画蛇添足。所以我觉得改装汽机车改装品，或者说省油器诸如此类东西，基本上就是以车上有的东西下去做改良，这个效果会比较大。我不敢说他们那些东西没有用，没有效果，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给各位建议，就是说汽机车改装品的选购上，尽量以车上已经有的，它是以改良车上的东西原厂的设计，而不是说无中生有出来的东西，这样子会比较好。其实我好像又讲偏题了。然后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就是负压这个东西，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要不然以目前车辆来说，电子你现在试想啊，车电脑在你马力过大，后轮打滑的时候都能把你拉回来了，你硬补油门它就给你断掉，它都能做到这样子了。那你装一些离离扣扣杂七杂八，你乱调，只要它在它可以修正的范围内，你的引擎也不会出事情啊，它最多就给你2个故障灯啊，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说目前很多的改装品，可能你可以看很多人装都没出事情，是没有错，短时间没出事情，因为电脑一直在修正，它可能那些感应器什么东西一直在做修正，所以你引擎没什么状况。但是如果当小毛病拖久也会变大毛病了，所以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这句话是真的。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有些改装品不要太冲动的去安装，不要太冲动的去购买，除非你很有兴趣去研究它的原理，要不然你看光废油气回收罐，讲难听点，你拿颗椰子来就可以做了，真的啊，你就挖2个洞，然后把里面椰子汁喝一喝，然后一根管子塞长一点，一根管子塞短一点，塞长的那一根就是进气嘛，它进到里面以后，气体打到椰子壳里面，它就拦截油啊，然后再由短的这根再吸回去，一样原理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啊。甚至很多国外的 YouTuber 真正的 DIY 玩家，他们自己拿个可能果酱罐，就类似我们什么草莓果酱那种罐子，下面是玻璃的，上面是铁罐那个，他自己挖2个洞，装2个这个头，也能用啊，一样的道理，只是好不好看而已啊，一样有它的作用，作用一模一样，真的作用一模一样，不要怀疑。那个成本多少钱？搞不好你路边捡一个1毛钱都不用。
买2个头，钻2个洞，那塞2根管子，再装2个管子，这样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说有些东西，我还是觉得 DIY 的精神就是利用手边现有的东西，或者说将某个东西下去做修改，下去做改良，因应自己的需求，而不是说去买一个很贵的东西，哇，哇，多好用，多好用，那个不叫 DIY，那个只是叫安装而已，你只是把它买回来做安装而已，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这一颗大概我觉得这样就是完成体了。我下面等一下再塞一个拔一点钢丝球，洗锅子的那个钢丝球，拔一小块，把它固定在顶在这下面，油漆下来以后打到那个钢丝球里面，只要是气就会再往上让它吸回去，然后重的东西，因为钢丝球的拦截面接触面变多，所以它有在累积的话，过滤的效果会比较好。引擎负压我是建议真的没有把握不要随便去动它，因为负压这个东西有出过状况。我记得是好像不知道哪一国的 YouTube 有讲过这个东西。引擎负压不要随便去动它，基本上像这个废油器回收罐，我也是建议就是在不要废除 PCV 阀的前提之下去做安装，不要去更改那些 sensor 它必须侦测的那些数值的情况下去做安装，因为我们只是要滤掉废气里面的油，装这个只是让引擎里面更干净，它吸回去的空气更干净而已。它对引擎会有帮助，但是效果没有像很多人讲的装了就车会飞啊，可以当潜艇啊什么，没那么夸张。但是它对车真的是有好处，所以废油器回收罐这个是可以装的，只是前提就是尽量不要去废除 PCB 阀，在不更改引擎周边的管路的情形之下去做安装。就像我刚刚讲的，记得这个口径不要小于原来的口径，然后那根管子一定要够硬，你不要说你真的吹到5-6千转、6-7千转，里面气管那个吸力很大呢，你不要说吹到那边，结果你的进气管吸扁了，一时半刻可能引擎不会挂，但是如果真的长时间下也不是好处啦。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安装的，但是前提就是不要废除 PCV 阀，你要先确保你原来的 PCV 阀。我其实改装的最大的重点就是你要在引擎都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去做改装，去做测试，你才能得到最大的效果。你不能说你引擎都已经快挂了，你要装很多东西下去它就会好，不可能。你不先把它修好，你装再多东西下去它也是坏掉，除非你的装就是在修它，这个才有可能是好的。是我看过市面上的废油器回收罐，它的盲点就是进气端跟出气端它的2个孔都太近，就像我一开始跟各位讲到的，这个孔出气端在这边，然后它原来的进气端在这边，然后出气端在这边，它就这样一过来就被吸进去了，那这样的过滤效果就没有，所以我尽量把它拉远一点，然后而且我把进气出气做调换，因为它原理就这样子，你做调换没有差别在，因为我已经废除了原本的滤芯，所以它不会有差别在。然后就是不要去改变这根管子原本的流速，千万不要去改变它。当然啦，你觉得如果说引擎坏了干嘛，你有钱修那无所谓啊。做事情不是找自己麻烦，这我讲很多遍了，千万不要没事找自己麻烦，这个才是重点。好了，今天这个废油器回收罐小升级，跟各位聊引擎负压的这个问题，就这样子了。
因为这个妆也没什么好看的，就反正下雨，我现在也没办法出去装。好啦，今天就这样子了。喜欢我的影片，或者说我的影片对各位有什么帮助的话，记得按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有什么意见都欢迎留言。你有任何意见，不管褒或贬，只要你讲的有道理，都欢迎留言。我希望跟各位能够有一些良好的互动，因为真的很多事情，一定要讨论，一定要有火花出现。火花不是怒气啦，就是一定要有交流，我们才能讨论出事情的真谛，可以让事情更好。就像台湾现在这个状况，网红一大堆网红整天他们蹭流量，而且还一大堆订阅者，流量都还很好。我真的很纳闷，现在的观众到底是怎么了？只喜欢看搞笑耍闹，他真的不在乎这个世界的未来，不在乎社会的安宁。我就很难去理解这种东西了。好，喜欢按个赞，点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下次有机会再聊，拜拜。